重生在离婚日，妈妈，念念不热了，这是念念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2033年7月18日，气温52摄氏度，断水第17天。我抱着5岁的念念坐在空荡荡的客厅，空调早就成了摆设，窗户用棉被堵死，可热浪还是无孔不入地钻进来。念念的小脸烧得通红，嘴唇干裂出血。我把最后半口水喂给她，她摇摇头，虚弱地笑。妈妈喝，宝贝乖，喝了就不热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她喝下去，靠在我怀里，小手摸着我的脸。妈妈，念念不热了。然后她的手垂了下去，那一刻我的世界崩塌了。我抱着她冰冷的小身体，在60摄氏度的高温房间里坐了整整1天。我恨我自己，恨陆沉舟，恨这个世界。如果重来一次，如果黑暗吞噬了我，再睁眼，刺目的灯光，揽月，你考虑好了吗？这个声音，陆沉舟。我猛地抬头，看见他那张虚伪的脸。他穿着笔挺的衬衫，金丝眼镜后的眼睛满是算计。他推过来一份协议，50万是我全部积蓄，你带着念念也不容易。我低头看协议，离婚协议书，再看手机日期。2030年3月15日，我重生了，距离那场地狱般的高温降临还有整整14个月0.5天。揽月，陆沉舟皱眉，签字吧，对我们都好。我看着他，前世所有的恨意涌上心头。这个狗男人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抛弃我们母女，和那个绿茶婊陆雨薇搞在一起。末世来临后，他还想抢走念念换粮食，怎么嫌少？他露出不耐烦的表情。江揽月，你别太贪心，这50万够你们母女生活几年了。再说了，他压低声音，雨薇肚子里的孩子也快出生了，我总得……我冷笑出声。他愣住，你笑什么？我笑自己眼瞎。我拿起笔，刷刷签下名字，陆沉舟，钱我拿，孩子我要，以后你和陆雨薇好好过你们的日子，别来烦我们。你什么意思？他脸色难看。我抱起旁边玩积木的念念，他软软的叫妈妈，我的心都要化了。活生生的念念，会哭会笑的念念，不是前世那具冰冷的小身体。念念，妈妈带你回家。回哪个家？陆沉舟站起来，那房子归我，你的房子。我嗤笑，那婚房是我爸妈买的，写的是我的名字，陆沉舟。你是不是忘了？他脸色一变，显然想起来了。明天我会去办过户。我抱着念念往外走。还有，告诉陆雨薇，别叫我嫂子，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你的还不一定呢。江揽月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头也不回地走出民政局。外面阳光正好，春风拂面。我抱着念念站在台阶上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宝贝，妈妈给你建个不怕热的城堡。我亲了亲她软软的小脸。这次谁也别想抢走。念念眨着大眼睛，真的吗？像公主的城堡吗？比公主的城堡还要厉害。我笑着说，我们的城堡不怕热，不怕坏人，只有我们和我们的朋友能进来。耶！他开心地拍手。我拿出手机，给在乡下的老爸打电话。爸，老宅钥匙还在吗？我想带念念回去住一段时间。在的，在的。老爸的声音透着惊喜。你终于想通了，那破工作辞了也好，回来散散心。我想重新开始。挂了电话，我抱着念念走向出租车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用14个月的时间，打造一个属于我们母女的地下桃源。这一次，我要让念念在末世里不仅活下去，还要活得有尊严。我爸的老宅在城乡结合部，是一栋带院子的3层小楼。爸妈离婚后，这房子归我爸，但他常年在外打工，房子基本空着。我抱着念念站在院门前，杂草丛生的院子，斑驳的墙壁，还有那一扇吱呀作响的铁门，这就是我接下来要改造的地方。妈妈，这里好破呀！念念皱着小鼻子，破才需要改造呀。我揉揉她的头，等妈妈改造完，这里会成为最安全的城堡。我用备用钥匙打开门，灰尘扑面而来，念念被呛得咳嗽，我连忙把她抱出去。老宅是上世纪90年代建的，砖混结构，坐北朝南，前院后院加起来有200多平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房子自带一个废弃的菜窖，虽然又小又破，但这是个绝佳的起点。我拿出红外测温枪，下午3点。西墙表面温度48摄氏度，果然，我皱眉，这房子西晒严重，夏天跟蒸笼似的。前世末世时，这种房子根本住不了人。我抱着念念上楼，找到她的房间，虽然简陋，但收拾一下还能住。我先把念念安顿好，然后拿出笔记本，开始绘制改造蓝图。地下1层生活区，包括卧室、厨房、卫生间、储藏室，总面积80平。地下2层农场区 ，LED 植物灯种植区、鱼菜共生系统、养殖区，总面积60平。地下3层能源区，水井、储水系统、电池组、备用发电机，总面积40平。地上部分全部做隔热处理，安装太阳能板，建蓄水池。这是个庞大的工程，但我知道这是我唯一能救念念的方法。我连夜联系建材商，订购第一批材料，聚氨酯泡沫、铝箔反射膜、真空隔热板。这些东西不便宜，但我那50万就是干这个用的。第2天一早，我接到韩建国的电话，江小姐，是你联系我干活？韩叔，叫我揽月就行。我笑着说，我有个大活，您接不接？多大？挖地下室，要快，要深，要结实。韩建国是我爸的老朋友，干了一辈子建筑，手艺没得说。我约他来现场看，他围着房子转了3圈，眉头越皱越紧。闺女，你这是要建防空洞？差不多。我递给他图纸，韩叔，您看能做吗？他看完图纸，倒抽一口凉气。3层地下室，闺女，你这是？韩叔，我有我的理由。我认真的看着他，您就说能不能做，钱不是问题，能是能。他犹豫了一下，但这动静太大，邻居会举报的，所以我才找您。我说你有办法，对吧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点头，行，我接。但我得问一句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没有，我笑了笑。
我只是想给念念一个安全的家。他看着我，突然说：“你爸昨天给我打电话，说你离婚了，是不是那姓陆的欺负你？”我鼻子一酸，差点哭出来。前世我爸到死都不知道我受了什么委屈，这一世我一定要让他安心。韩叔，都过去了，我轻声说，现在我只想好好保护念念。好，他拍拍我的肩膀，叔帮你，明天我带人进场，先挖菜窖扩宽，再往下打。谢谢韩叔。他走后，我抱着念念站在院子里，月光下，这个破败的小院仿佛镀上了一层荧光。妈妈，韩爷爷是来帮我们建城堡的吗？念念问。对啊，我亲了他一下，我们的城堡很快就会建成了。那爸爸会来吗？我心里一痛，陆晨舟这个渣男，念念还想着他。爸爸有自己的家，我轻声说，我们有我们的城堡，好不好？好。他搂着我的脖子，念念只要妈妈，我抱紧他，在心里发誓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你平安长大。韩建国的施工队进场那天，整个小区都惊动了，挖掘机轰隆隆地开进院子，邻居们围在院墙外指指点点，我早有准备，提前打印了酒窖改造的告示贴在门口。小江，你这是见啥呢？对楼的林雪护士长探头问，她比我大几岁，是社区医院的护士，一个人带着7岁的儿子生活。酒窖，我笑着说，打算存点红酒，以后做点小生意。哟，那你这酒窖可够大的。他打趣道，到时候开业了给我打折啊。一定。韩建国带着3个工人开始挖掘，第一天挖到2米深，土方运出去3车，邻居们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我疯了，有人说我在挖宝，我不在乎，时间太宝贵了，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能浪费。念念被挖掘机吸引，天天趴在窗边看成大怪兽工作，我给他买了一套儿童安全帽和小工具，他开心的不得了，说要帮妈妈建城堡。第5天挖到第5米时，突然涌出大量地下水，出水了，工人惊呼，韩建国赶紧让人停挖，跑过来找我，闺女，挖到浅层地下水了，这水脉不小。我跑过去看，只见坑底咕嘟咕嘟冒着清水，很快就积了半米深。好事，我眼睛一亮，韩叔，这水能用吗？得检测，但我看挺轻的，应该能过滤用。我立刻取样送去检测，同时让工人继续挖，但改变策略，先做好防水和排水，再往下挖。那天晚上，我抱着念念站在坑边，月光下，水面上倒映着我们母女的身影。妈妈，我们是要住到地心里吗？念念天真的问。不是地心，是我们的秘密基地。我点点她的小鼻子，这里会有水，有食物，有光，还有我们的床。那爸爸呢？我心里一沉，这几天陆晨舟一直打电话，我都没接。今天他又发来短信，揽月，听说你在老家大兴土木，需要我帮忙吗？我直接把他的号码拉黑。爸爸有自己的生活，我轻声说，念念，妈妈问你，如果以后只有我和妈妈2个人，你会害怕吗？不会。他搂着我的脖子，念念最爱妈妈了。我亲亲他的额头，心里暖暖的。3天后，水质报告出来，重金属微量超标，需要3级过滤才能饮用。我立刻下单购买净水设备，粗氯、活性炭、反渗透，全套配齐。虽然又花了2万多，但这是一劳永逸的投资。施工继续，第10天，地下室主体挖到8米深，开始浇筑混凝土墙体。韩建国按照我的要求做了双层防水，墙体厚度达到40厘米。闺女，你这标准能防核弹了。他开玩笑，防不了核弹，但能防高温。我说。他愣了一下，高温？我看着他，认真的说，韩叔，今年夏天可能会很热，您最好也做点准备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点头，好，叔听你的。那天晚上，我接到陆晨舟的电话，这次是用陌生号码打的。揽月，我们谈谈。他的声音透着疲惫，没什么好谈的。你最近到底在干什么？我听说你在老家挖地洞。他语气里带着质疑，你是不是精神出问题了？我冷笑，我精神很好，不劳你操心。你带着念念住在那种地方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他假惺惺地说，毕竟我也是念念的爸爸，我有责任。你的责任？我打断他，离婚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，念念归我，你每月给2000抚养费。现在1个月过去了，钱呢？他噎住了。陆晨舟，别装了。我冷冷地说，你和陆雨薇好好过你们的日子，别来打扰我们。江揽月，他恼羞成怒，你别不识好歹，我这是关心你。不需要。我直接挂了电话，把这个号码也拉黑。念念已经睡着了，小脸红扑扑的。我坐在她床边，轻轻摸着她的头发。宝贝，妈妈会给你最好的保护。我轻声说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。地下室主体完工后，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，隔热。前世高温末世，我见过太多人不是热死就是渴死。地表温度超过60摄氏度时，普通房屋根本挡不住热浪，而我的堡垒必须能在极端高温下保持宜居温度。我研究了大量资料，最终确定了隔热方案。10厘米聚氨酯泡沫加铝箔反射层加空气隔热层加内墙保温板，这种复合隔热系统能让室内外温差达到20摄氏度以上。我去建材市场采购，刚到门口就看见一辆改装过的越野车停在路边，车上下来一个男人，高大挺拔，穿着工装裤和黑色 T 恤，手臂上隐约可见伤疤。他也来买隔热材料。老板，20厘米聚氨酯板，要最好的。他的声音低沉有力，我心里一动，普通人买隔热材料最多5厘米，他要20厘米，和我一样是行家。我走过去，老板，我也要同样的，一起算便宜点。男人转头看我，眼神锐利如刀。我们对视3秒，他点点头，可以。这个人就是南唐青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退役特种兵，在附近开了家越野俱乐部。那天他也在为高温做准备，只是他的方案是改装装甲车，我们各买个的材料，但老板看我们量大，主动给了折扣。结账时，南唐青看了我一眼，你也在做准备？什么准备？我装傻。他嘴角微扬，没再问。我们各自离开，但我知道
这个人记住了我。材料运回工地，韩建国看着那一车泡沫板直皱眉，闺女，这厚度超标了吧？韩叔，今年夏天会破纪录，我说您相信我。他叹了口气，开始指挥工人施工。泡沫板贴上墙后，外面还要加一层铝箔反射膜，这种膜能反射90%的太阳辐射，是隔热的第2道防线。施工期间，我天天在工地上忙活，念念很乖，自己在院子里玩，偶尔帮我递个小工具。看着他小小的身影，我心里满是愧疚。别的孩子在这个年纪都在上兴趣班，去游乐园，而我的念念却要陪着我经历这些。但没关系，等堡垒建成，我会给他一个安全的世界。1周后，隔热层完工，我拿出红外测温枪测试。下午3点，西墙外表面温度52摄氏度，内表面只有28摄氏度，隔热效果超出预期。那天晚上，我正在整理数据，突然听到外面有动静，我拿起复合弩，这是我特意买的防身武器，轻手轻脚地走出去，是南唐青，他站在院墙外，正在看我刚装好的太阳能板。有事？我隔着门问，他指了指我的太阳能板，第3排接线和防水等级不够。我心里一惊，这个人居然一眼就看出了问题。谢谢提醒，我说你怎么知道？猜的。他淡淡的说，你用的是普通家用接线盒，耐不住高温和紫外线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开门让他进来。他检查了接线盒，果然发现密封胶已经有些老化，换工业级的，或者自己用硅胶重新密封。他说好，我点头，谢谢你。他看着我，突然问，你预测到什么时候？什么高温？什么时候来？我犹豫了一下，决定实话实说，明年5月。他眼神一凛，持续多久？至少3年。我们沉默了，夜风吹过，带来远处城市的喧嚣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他问。江揽月，南唐青。他说以后有事可以找我。他转身要走，我突然问，你为什么相信我？他回头，月光下他的眼睛很亮，因为你在做同样的事。他走后，我立刻用工业硅胶重新密封了所有接线盒。测试通过后，我打开新闻播报，多地出现异常高温，专家称或与太阳活动有关，建议市民做好防暑准备。我关掉电视，抱起已经睡着的念念，宝贝，时间快到了，我轻声说，妈妈会保护你的。隔热工程进行的同时，另一项更重要的工程也在同步推进，打井。地下室挖到8米深时，虽然出了浅层地下水，但水质不稳定，而且储量有限。我需要的是稳定、干净、充足的水源。前世末世，我见过太多人为了一口水互相残杀，我不想让念念经历那种地狱。我联系了专业的钻井队，要价5万，保证打到50米深，直到出水为止。闺女，你确定要打水井？韩建国有些担心，这花费可不小。韩叔，水是生命之源，我说，有了水井，我们才有底气。钻井那天，整个小区的人都来看热闹，钻头轰鸣着钻进地下，尘土飞扬。念念戴着小安全帽，站在我旁边看得入迷。妈妈，我们在挖宝藏吗？他问。对，在挖最重要的宝藏。我摸摸他的头。钻到30米时还没有出水，工人们开始嘀咕，说这块地可能水脉不好。我坚持继续钻，再往下10米，如果还不出水，我加钱。我说钻头继续深入，40米、45米、50米，出水了。工人大喊，一股清澈的水柱从井口喷涌而出，溅了我一身。工人们欢呼起来，邻居们也都惊叹不已。我跑过去看，井水冰凉清澈，带着地下特有的凉意。这水脉不小，钻井队长惊讶地说，日涌量至少5吨，而且水温恒定，冬暖夏凉。5吨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末世断水时，我们一家人每天可以奢侈地用掉1板升水。我立刻让工人安装水泵和水管，同时开始建设储水系统。地下1层，我设计了2个储水罐，一个5吨的不锈钢水窖，一个3吨的备用黑罐。井水先抽到地上的黑色储水罐，经过初步沉淀，再进入地下室的净水系统。净水系统是我的心血，粗氯、活性炭、反渗透3级过滤能把井水变成直饮水，虽然又花了2万多，但值得。储水系统完工那天，我特意测试了一下，打开水龙头，清澈的井水哗哗流出来。我用杯子接了一杯，喝下去，甘甜清凉，比城市自来水好喝多了。妈妈，好喝。念念也喝了一口，开心地说，这是我们自己家的水。我告诉他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不会缺水。那爸爸呢？他突然问，爸爸有水喝吗？我心里一沉。陆晨舟这几天又换了几个号码给我打电话，我都没接。听李雪说，他和陆雨薇还住在城里，似乎还不知道高温的事。爸爸会照顾自己的。我说，3天后，水质检测报告出来了，各项指标均达到直饮水标准，只有微量重金属，在3级过滤后完全可以去除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水井系统正式投入使用。那天晚上，我正在地下室整理物资清单，突然听到外面有动静，我拿起复合弩走出去，发现是南唐青，他站在他的装甲车旁边，正在往车上装水桶。你也打水井了？我问。他点头。30米深，日出水量2吨，够用吗？我一个人。够了。他看着我，你那边怎么样？5吨。我说。他挑了挑眉，你准备得很充分，有备无患。我顿了顿，你知道高温的事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点头。我在部队有朋友，他们提前得到了消息，会持续多久？不知道。他摇头，但肯定比所有人想象的都长。我们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凝重。江揽月，他突然说，如果真的像预测的那么严重，我们可能需要互相帮助。我愣了一下，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他说，你擅长规划和建设，我擅长战斗和保护。如果我们联手，我不需要保护。我打断他，你需要。他平静地说，不是现在，是以后。当秩序崩溃，当所有人都在为生存发疯时，你需要有人帮你守住这里。我沉默了。他说的对，
前世我见过太多堡垒被攻破的例子，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我会考虑。我说，他点头，转身要走，突然又停下。对了，你收到水质报告了吗？收到了，没问题。我的报告显示有微量有机物污染。他说，建议你加装紫外线消毒。我心里一惊，真的，真的。他说，高温会加速有机物腐败，现在没事，以后不好说。我立刻下单买了紫外线消毒器，虽然又花了1万多，但安全无小事。那天晚上，我抱着念念躺在床上，听他讲今天看到的大怪兽挖掘机的故事。妈妈，我们的城堡快建成了吗？他问。快了。我说，等太阳能板装好，我们的城堡就基本完工了。那我们可以一直住在里面吗？可以。我亲亲他的额头，妈妈会一直在你身边。他安心的睡去，我却睡不着，起身去检查水井系统。月光下，井水静静流淌。我接了一杯，看着清澈的水，突然想到陆晨舟，他现在在干什么？大概和陆雨薇在空调房里，完全不知道即将到来的灾难吧。我摇摇头，甩掉这些杂念。前世我为他们操碎了心，这一世我只为念念和自己而活。水井系统稳定运行后，我开始安装最重要的能源系统——太阳能。高温末世，电网是最先崩溃的基础设施之一。前世停电意味着死亡，没有空调，没有冰箱，没有照明，甚至没有手机充电。这一次，我要建立自己的独立能源系统。我订购了一套20千瓦的光伏系统，包括80块 250W 的太阳能板、逆变器、控制器，以及最重要的储能电池组。电池我选择了磷酸铁锂电池，这种电池耐高温，安全性高，循环寿命长，虽然贵，但值得。整套系统下来，花了将近20万，我的积蓄所剩无几。闺女，你这是在烧钱啊？韩建国看着那一车太阳能板直摇头。韩叔，这是保命的东西。我说，安装太阳能板是个大工程，屋顶、院子，甚至墙上都要装。南唐青来帮忙，他有经验，知道怎么布线最合理。你的电池组容量够支撑多久？他问。满电状态下，支撑我们母女俩生活2个月没问题。我说，但如果加上地下农场和制冷系统，最多半个月，不够。他摇头。如果连续阴雨天呢？我沉默了。他说的对，我需要更多备用能源。我打算再买一台柴油发电机。我说，柴油会用完。他说，而且高温天存储柴油很危险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他想了想，风力发电。你这地方空旷，有风，虽然效率不高，但聊胜于无。我眼睛一亮，对，风力发电虽然不稳定，但在太阳能不足时可以补充。我立刻下单买了一套小型风力发电机，虽然又花了5万，但能源系统不能省。安装期间，我每天都在工地上忙活。念念很乖，自己在地下室玩，偶尔帮我递工具。看着他小小的身影，我心里满是愧疚。别的孩子都在上兴趣班，去游乐园，而我的念念却要陪着我经历这些。但没关系，等堡垒建成，我会给他一个安全的世界。能源系统安装完成那天，我特意测试了一下。上午10点，太阳能板开始工作，电流源源不断地冲入电池组。下午3点，电池组电量达到80%，足够我们用1个星期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能源系统正式投入使用。但就在这时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预算严重超支。原本计划的50万，现在已经花了48万，只剩下2万备用金。而地下农场、养殖系统、物资储备都还没有开始。我坐在地下室里，看着账本发愁，该砍的砍，该省的省，但核心系统不能动。怎么了？南唐青突然出现在门口。预算不够了。我苦笑，还有太多东西没买。他走进来，看了看我的账本，你花了48万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我还有点积蓄，可以借你。我惊讶地看着他，为什么？不是白借。他说，高温来了，我需要你的技术支持，我的装甲车需要维护，我的能源系统需要优化，这些你帮我做。我思考了一下，点头，成交。他借给我10万，我得以继续采购农场设备。那天晚上，我正在地下室调试 LED 植物灯，突然听到外面有吵闹声。我走出去，看到一群人围在我家门口，是邻居们。小江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一个中年男人质问道。天天哇啊哇，吵得我们睡不着觉，就是还说什么酒窖，骗鬼呢！一个女人附和，你们家到底在搞什么？是不是违法建筑？我们要举报。我皱眉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各位，我提高声音，我家在自家院子里施工，手续齐全，没有违法。至于噪音，我会让工人注意时间，晚上8点以后不再施工。你说没有就没有。中年男人不依不饶，我要进去检查。抱歉，私人住宅不便参观。我冷冷地说。他恼羞成怒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明天就去举报你，请便。我说完，转身回屋，关上门。我知道这种投诉不会有结果，但会拖延我的进度，我必须加快速度。第2天，我让韩建国加派人手，日夜赶工。噪音确实大了些，但我不在乎。再过几个月，当高温来临时，这些人会感谢我今天做的准备。就在这时，新闻播报了一则消息，据气象局预测，下周我市将迎来持续高温天气，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以上，比往年提前1个月，请市民做好防暑准备。我看着电视，心里一沉，提前了，高温比前世提前了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意味着高温可能比我预想的更严重。我立刻检查所有系统，水井、储水、能源、隔热，一切正常，但还不够，我还需要更多。我拿起电话给韩建国打过去，韩叔，能不能再快点？闺女，已经是最快了。他无奈地说，
再快质量就保证不了了。那地下农场呢？能不能先做？可以，但你得把图纸给我，我连夜修改图纸，把地下农场的优先级提到最高。LED 植物灯、鱼菜共生系统、养殖区，这些必须在高温来临前完成。那天晚上，我抱着念念躺在床上，听他讲今天看到的彩虹灯。我给地下农场装的 LED 灯，在他眼里就是彩虹。妈妈，我们的城堡快建成了吗？他问。快了。我说，再过几天，我们的农场就能种出蔬菜了。真的吗？他眼睛亮晶晶的。念念可以帮忙种菜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亲亲他的额头。念念是妈妈的小帮手。他安心的睡去，我却睡不着。起身去检查所有系统，水井正常，储水系统正常，能源系统正常，隔热系统正常，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。但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安。新闻说高温提前1个月到来，那是不是意味着高温的峰值也会更高，持续时间会更长？我走到院子里，看着满天的星星。前世，当温度达到60摄氏度时，连星星都看不见了，大气层被高温扭曲，夜空变得模糊。这一次，我能保护好念念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，我能。我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准备，我的堡垒会保护我们。但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接起来，喂，江揽月，是陆晨舟的声音，我们得谈谈。我皱眉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号码？我问了你爸。他顿了顿，我听说了，你在老家大兴土木，还打了水井，关你什么事？我只是关心你和念念。他假惺惺地说，你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做这些事太辛苦了，如果需要帮忙，不需要。我冷冷地说，揽月，你别这样。他叹气，我知道离婚对你打击很大，但你不能因此就什么？我冷笑，就疯了，就精神不正常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陆晨舟，我打断他，你和陆雨薇好好过你们的日子，别来烦我们。还有，我顿了顿，高温要来了，你最好也做点准备。高温？他愣住，什么意思？我没解释，直接挂了电话，把这个号码也拉黑。高温要来了，这一次我不会再救他。第7章，地下农场诞生。能源系统稳定运行后，我开始建设地下农场。高温末世，食物短缺是第2大死因，城市里的人最先饿死，因为他们没有食物来源。当超市被抢空后，他们只能等死。我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在我和念念身上。地下农场分3个区域：植物种植区、鱼菜共生系统、养殖区。植物种植区我选了30平米，用 LED 植物灯代替阳光，这种灯能发出植物光合作用最需要的红蓝光，耗电量低，效率高。我选了生菜、樱桃、萝卜、小白菜这些生长周期短、耐热的蔬菜，还买了蘑菇菌包。鱼菜共生系统是我的得意之作，鱼缸里的鱼粪便经过消化菌分解，变成植物需要的营养液，植物吸收营养液后，净化后的水又流回鱼缸，这个循环系统只需要补充少量水，就能源源不断的生产鱼和菜。我选了罗非鱼，这种鱼耐热、生长快、繁殖能力强，10条鱼苗放入鱼缸，3个月后就能收获第一批。养殖区我养了鹌鹑，鹌鹑体型小，产蛋多，生长快，是末世最好的蛋白质来源。我买了20只鹌鹑苗，放在特制的笼子里，每天喂1次，就能收获鹌鹑蛋。妈妈，这些小鸟好可爱。念念蹲在鹌鹑笼前，眼睛亮晶晶的。它们会下蛋，给念念吃。我说，真的吗？他开心极了。那我要每天来捡蛋。好，我摸摸他的头。不过要先完成妈妈布置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每天记录他们的生长情况。我递给他一个小本子和一支蜡笔，用画画的方式就行。好，他认真的接过本子。念念会认真记录的。地下农场建成那天，我特意测试了一下 ，LED 灯打开，整个地下室笼罩在梦幻般的紫红光中。念念惊叹不已，说这是彩虹屋。我种下第一批生菜种子，浇上营养液，7天后，嫩绿的小芽破土而出。念念高兴地跳起来，说这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绿色。妈妈，我们以后就吃这些菜吗？他问。对，我说这些菜不打农药，比超市买的健康多了。那爸爸呢？他又问。爸爸有菜吃吗？我心里一沉。陆晨舟这段时间一直通过各种方式联系我，我都没理。听林雪说，他和陆雨薇已经搬到一起住了，似乎过得还不错。爸爸会照顾自己的。我说，第一批生菜长到第10天时，陆雨薇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哥哥给我买了新空调，夏天不怕啦。配图是他依偎在陆晨舟怀里的自拍，我截图保存。这个女人末世来临时会知道空调是多么无用的东西。那天晚上，我正在地下室给鱼换水，突然听到外面有敲门声。我拿起复合弩走过去，谁？小江。是我，是林雪的声音。我打开门，她带着儿子站在外面，脸色很难看。怎么了？我问。我能进去说吗？她犹豫了一下。我听说你在建避难所。我心里一紧，消息还是传出去了。我让她进来，给她倒了杯水。她儿子小雨和念念差不多大，2个孩子很快玩到一起。小江，我听说你在做准备，她开门见山，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发生？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决定告诉她真相。高温要来了。高温？他愣住，什么意思？比所有人想象的都严重的高温。我说，城市会断电，会缺水，会没有食物。我准备这些是为了活下去。他脸色发白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有我的渠道。我说，林姐，你信我吗？他沉默了很久，点头，信。你是个靠谱的人，不会胡说八道。那你最好也做点准备。我说，存水、存粮，准备药品。我不知道该准备什么。他有些慌乱。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我可以帮你。我说，但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高温来了，如果你需要帮助，可以用医疗知识来交换。我说，你是护士，你的技能很宝贵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眼睛亮了。好，我答应。我们达成了口头协议，林雪成为我的第一个盟友。那天晚上，
我抱着念念躺在床上，听他讲今天和小雨玩的游戏。妈妈，小雨说我们的地下室好酷，他兴奋地说，你喜欢小雨吗？我问，喜欢，他点头。小雨说我是公主，他是骑士，要保护我。我笑了，孩子总是这么天真。念念，我认真地看着他。妈妈问你，如果以后有很多叔叔阿姨来我们家，你会害怕吗？不会。他摇头。妈妈说他们是好人，对，他们都是好人。我亲亲他的额头，他们会帮妈妈保护城堡，保护念念。那南叔叔呢？他突然问，南叔叔也会来吗？我一愣，你怎么知道南叔叔？我看到他了，他说他在门口看我们的太阳能板，他长得好看，像电视里的超人。我失笑，南叔叔是好人，但他有自己的家。哦，他有些失望。那我可以请他来我们的城堡玩吗？可以。我说等城堡建好了，妈妈请他来做客。他开心地睡去，我却睡不着，起身去检查地下农场。生菜长势良好，鱼儿游得欢快，鹌鹑们安静地卧在笼子里，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。但我知道真正的考验还没开始，高温要来了。地下农场建成后的第7天，我正在教念念如何给蘑菇喷水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骚动。我走出去，看到一群人围在我家门口，为首的正是之前威胁要举报我的那个中年男人，就是他。他指着我，这个女人在自家院子里挖地洞，不知道要干什么，说不定是恐怖分子。我皱眉，这位先生，请你说话注意点，我在自己家施工，没有违法，没有违法。他冷笑，我已经举报你了，城管马上就来，你今天必须停工。我心里一沉，如果城管来了，肯定会拖延我的进度，时间不等人，高温随时可能到来。就在这时，一辆黑色越野车疾驰而来，停在人群外，车门打开，南唐青走下来，怎么回事？他走到我身边，低声问，他们举报我违建。我低声回答。他点点头，转身面对人群，各位，我是江小姐的技术顾问，她的施工完全符合规定，没有任何违法之处。你谁啊？中年男人不屑地说，关你屁事。南唐青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证件，退役军人，现在从事建筑安全咨询。这是我的名片。中年男人愣了一下，接过名片，脸色有些难看。江小姐的地下室是经过专业设计的，符合建筑安全标准。南唐青继续说，如果你们有疑虑，可以请专业机构来检测，但不能无故阻挠施工。谁无故阻挠了？中年男人嘴硬，我们这是合理质疑，合理质疑可以。南唐青说，但聚众闹事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到。人群骚动起来，有人开始后退。谁闹事啊？我们就是来看看。有人辩解，对啊，路过而已。人群很快散去，只剩下那个中年男人站在那里，脸色铁青。你也走吧，南唐青对他说，下次再来闹事，就不是警察来处理了。中年男人恨恨地瞪了我们一眼，转身走了。我松了口气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他说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基本完工。我说，就差最后的物资储备。他点点头，高温预警已经发布了，比预测的早。我心里一紧，还有多久？最多2周。他说，而且第一波热浪就会超过45摄氏度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45摄氏度，前世第一波热浪只有40摄氏度，这次竟然提高了5摄氏度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他看着我，江揽月，你的堡垒准备好了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准备好了。那就好。他转身要走，突然又停下。对了，有件事我觉得你应该知道。什么？陆沉舟。他说他也在做准备。我愣住，什么？他买了一批物资，租了一个地下仓库。南唐青说，但问题是他的物资不够，而且他知道你有水井。我心里一沉，他问了很多人关于你的事。南唐青继续说，包括你的施工进度、你的物资储备、你的水井。该死！我咬牙，这个渣男竟然在打我的主意。你要小心。南唐青说，高温来临时，最危险的往往不是高温本身，而是人。我点头，我知道。他走后，我立刻检查所有安防系统，围墙上的电网，门口的监控，地下室的密码锁，一切正常，但我的心却悬了起来。陆沉舟知道我有水井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高温来临时，他可能会来抢。我抱着念念，看着他熟睡的小脸，在心里发誓，这一次谁也别想伤害我们母女。陆沉舟会如何行动？高温来临时，江揽月能否守住他的堡垒？高温预警发布后，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种诡异的躁动中。超市里，矿泉水被抢购一空，空调外机被卖断货，医院里挤满了中暑病人。新闻里，专家们在争论高温的原因，有人说是太阳活动异常，有人说是全球变暖，还有人说是末日预兆。我不关心这些，我只知道距离第一波热浪只剩下72小时。这3天，我进行了最后的冲刺，物资清单核对完毕。食物：大米500斤，面粉200斤，各种罐头200罐，压缩饼干50斤，奶粉20罐，足够我们母女吃2年。水：井水系统稳定运行，储水罐满负荷，净水设备正常运转，足够用1年半。药品：退烧药、抗生素、止泻药、维生素，林雪帮忙准备的，足够用1年。能源：太阳能系统满负荷运行，风力发电机安装完毕，电池组充满电，足够用2个月。我还做了最后一件事，把地下室的入口做了伪装。从外面看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储藏室，但实际上，真正的入口藏在衣柜后面。妈妈，我们为什么要藏起来？念念不解地问。不是藏起来，我说是为了安全，等高温过去，我们就可以出来了。那爸爸呢？他又问。爸爸知道我们藏起来了吗？我心里一痛。陆沉舟昨天又给我打电话，这次是用陆雨薇的手机。揽月，我听说高温要来了，他的声音透着惊慌。我和雨薇想带孩子去你那里避一避，你那房子大，不行。我直接拒绝。为什么？他提高声音，我是念念的爸爸，我有权利。离婚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，
念念归我。我打断他，陆晨舟，你最好也做点准备，高温会比所有人想象的都严重。你什么意思？他愣住，我没解释，直接挂了电话。现在他大概正在超市里抢购物资吧，但有什么用？没有水井，没有能源，没有隔热系统，在60摄氏度的高温下，空调外机会烧毁，电网会瘫痪，自来水会断供。前世我亲眼看着城市变成地狱，这一世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倒计时48小时，我把念念安顿在地下室，给她讲了今天的睡前故事，关于一个公主和她的城堡的故事。妈妈，公主最后活下来了吗？她问。当然，我亲亲她的额头。公主有最坚固的城堡，最勇敢的朋友，还有最爱她的妈妈。那坏龙呢？坏龙被赶跑了。我说，因为公主比坏龙更聪明，更勇敢。那念念也要做公主，你已经是妈妈的小公主了。我抱紧她，睡吧，宝贝，明天开始世界会变。她安心的睡去，我却睡不着，起身去检查所有系统，水井正常，储水系统正常，能源系统正常，隔热系统正常，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，但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安。凌晨3点，我坐在地下室的监控前，看着外面安静的街道，温度计显示室外气温已经从28摄氏度升至35摄氏度，升温开始了，比前世提前了整整12小时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，没关系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的堡垒会保护我们。但就在这时，监控画面里出现了一辆车，陆晨舟的车，他停在院门外，下车，走到门口，开始敲门。揽月，开门。他的声音透过监控传来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我皱眉，他来干什么？揽月，求你了。他的声音带着惊慌，城里已经乱了，超市被抢空了，酒店都住满了，我和雨薇没地方去了。我冷笑，现在知道来找我了，晚了。揽月，他开始踹门，开门，我是念念的爸爸，我有权利。我拿起对讲机，陆晨舟，离开我的领地。他愣住，你在监控里？是的。我冷冷地说，我看得见你，听得到你，但门不会开。江揽月，他恼羞成怒，你想害死我们吗？离婚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，我们两清。我说，请离开。他气得踹门，你这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。我关掉对讲机，不再理他。他在门外骂了10几分钟，最后灰溜溜地走了。我松了口气，但心里更加警惕，他会再来，而且下次不会是一个人，我必须做好准备。2031年5月20日上午10点，我坐在地下室的监控前，看着温度计的数字疯狂跳动，42摄氏度、45摄氏度、48摄氏度、50摄氏度，第一波热浪来了，比前世提前了整整12小时，温度却高了8摄氏度，室外已经变成了地狱。监控画面里，街道上的柏油路面开始融化，远处的建筑在热浪中扭曲变形，偶尔有行人走过，都是小跑着，仿佛身后有魔鬼在追。我的堡垒内温度26摄氏度，水冷系统全力运转，井水不断循环，带走热量。太阳能板虽然效率下降，但还能工作，电池组电量充足，足够支撑所有设备运行。念念坐在彩虹屋里画画，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恐怖。妈妈，今天外面好热吗？她问。很热。我说，但我们这里很凉快，是不是？他点头，这里像春天一样。我笑了，这就是我要给他的世界，无论外面多么恐怖，这里永远是安全的港湾。但外面并不安全。中午12点，气温达到52摄氏度，监控里，小区开始混乱，有人中暑倒地，有人为抢水打架，有人开始砸商店门窗，空调外机一台接一台烧毁，电网开始不稳定，电压忽高忽低。下午2点，气温达到55摄氏度，电网瘫痪，整个城市陷入黑暗，监控画面也中断了。摄像头是靠市电供电的，我切换到备用电源的摄像头，画面恢复。小区里一片混乱，人们涌向超市，却发现超市早就被抢空，有人开始砸车，有人开始抢劫，高温让人失去理智，文明的外衣被撕碎，露出原始的兽性。我摇头，关掉监控，这些画面不适合念念看。下午4点。气温达到58摄氏度，这是人类无法生存的温度，没有空调，没有水，暴露在室外超过10分钟就会中暑，超过半小时就会死亡。我知道第一波死亡高峰来了，但我没想到第一个来找我的会是林雪。下午5点，门禁系统报警，我走到监控前，看到林雪抱着她儿子小雨站在院门外，疯狂地按门铃。江姐，开门，求你了。他的声音透过对讲机传来，小雨发烧了，40摄氏度，我没办法了。我皱眉，林雪是个好人，前世她帮过我，但这一世我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。林姐，我通过对讲机说，我可以给你退烧药和水，但我不能让你进来。江姐，求你了，她哭喊道。小雨快不行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从储藏室拿出退烧药和5升纯净水，装进袋子，通过气闸传递出去。要按说明吃，谁省着用？我说，我只能帮你这么多。她接过袋子，跪在地上磕头，谢谢，谢谢，不用。我说，林姐，高温才刚刚开始，后面会更严重，你最好也做点准备。准备？怎么准备？她绝望地说，城里已经乱了，超市被抢空了，医院挤满了人，用医疗知识换物资。我说，你有技能就有价值。她愣了一下，随即眼睛亮了。对，我可以帮忙处理伤口，可以照顾病人，我会考虑让你加入。我说，但不是现在，现在我还不能信任你。她点头，我明白，江姐，谢谢你。我会证明我的价值。他抱着小雨离开了，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前世林雪在高温第3周就死了，这一世我能救她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我不能心软。我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念念，其他人都排在后面。晚上8点，气温降到50摄氏度，第一波热浪的高峰过去了，但我知道
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气温会一天比一天高，直到达到60°C的极限。我抱着念念躺在床上，给她讲今天的睡前故事。妈妈，外面好热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？她问。等高温过去，我说等外面凉快了，我们就可以出去玩了。那要多久？不知道，我诚实地说，但妈妈会陪着你，不管多久。她搂着我的脖子，念念最爱妈妈了。我抱紧她，心里满是温柔。不管外面多么恐怖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。但就在这时，门禁系统又响了。我皱眉，走到监控前，看到陆晨舟一家3口站在门外，后面还跟着几个陌生人，他们带着行李，显然是来投奔我的。我冷笑，现在知道来找我了，晚了。我拿起对讲机，陆晨舟离开我的领地。他愣住，揽月，你在里面？是的，我说，但门不会开。江揽月，他恼羞成怒，你想害死我们吗？离婚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我们两清。我说，请离开。他气得踹门，你这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。我没理他，直接关掉对讲机。他在门外骂了10几分钟，最后灰溜溜的走了。但我知道他会再来，而且下次不会这么客气。我必须做好准备。高温第3天，气温稳定在55°C以上，城市已经瘫痪，电网彻底崩溃，自来水断供，手机信号时有时无，偶尔有直升机飞过，但谁也不知道是救援还是巡查。我的堡垒成了孤岛，但孤岛是安全的。地下室内温度恒定在24°C，水冷系统运转良好， LED 农场生机勃勃，第一批生菜已经可以采摘。念念每天负责喂鱼和捡鹌鹑蛋，开心的不得了。但我知道这种安全是暂时的。高温第4天，陆晨舟又来了，这次不是他一个人，而是拖家带口，王翠花、陆雨薇，还有陆雨薇的儿子。他们的车抛锚在院门外，4个人顶着55°C的高温走到我的门口。揽月，开门。陆晨舟的声音透着绝望，我们没地方去了，酒店停电，超市被抢空，我们快死了。我走到监控前，看着他们。王翠花中暑呕吐，脸色惨白。陆雨薇抱着哭闹的儿子，妆容花得一塌糊涂。陆晨舟也好不到哪去，衬衫湿透，头发贴在额头上，狼狈不堪。陆晨舟，我通过对讲机说，离婚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我们两清，请离开。江揽月，他恼羞成怒，你想害死我们吗？不是我想害死你们，我说是你们自己选择了这条路。他气得踹门，你这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。我没理他，直接关掉对讲机。他们在门外待了2个小时，最后实在受不了高温，躲到车底下去了。我看着监控，心里毫无波澜。前世我死的时候他们在哪里？现在知道来找我了，晚了。但就在这时，陆雨薇突然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开始脱衣服。嫂子，她对着摄像头哭得梨花带雨，让我进去吧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我可以伺候你，可以帮你干活，可以做任何事，只求你给我一口水，给我孩子一口水。他扯开衣领，露出大片肌肤。嫂子，求你了。我皱眉，这个绿茶婊，为了活命连尊严都不要了。我拿起对讲机，陆雨薇，穿上衣服。她愣住，嫂子，我不是你嫂子。我说，你和陆晨舟的事与我无关，请离开。他恼羞成怒，江揽月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不得好死。我关掉对讲机，不再理他们。他们在门外熬到傍晚，最后实在没办法，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了。但我知道这只是开始。高温第7天，城市已经变成地狱，街道上到处是尸体，空气中弥漫着腐臭，偶尔有幸存者走过，都是眼神呆滞，形如行尸走肉。我的堡垒依然安全，但我知道这种安全正在被威胁。凌晨2点，我正在睡觉，突然听到警报声，压力传感器报警，有人在撬井盖。我立刻跳起来，跑到监控前，画面里3个黑影正在撬我地下室的通风井盖。该死，他们找到我的弱点了。我迅速穿上防护服，拿起复合弩，轻手轻脚地走出去。井盖已经被撬开一半，一个黑影正准备钻进去，我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。惨叫声划破夜空，弩箭射中了那人的大腿，他惨叫着倒在地上。另外2个黑影愣了一下，随即转身就跑。我没追，而是打开院子的强光灯，照亮现场。倒在地上的人是陆晨舟。揽月，他痛苦的呻吟，救我。我走过去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月光下，他的脸惨白如纸，大腿上的伤口汩汩流血。陆晨舟，我冷冷地说，你终于露出真面目了。揽月，他哀求，我只是想活下去，想活下去就可以来偷我的水。我冷笑，就可以伤害我们母女。我没有，滚！我踢了他一脚，再敢靠近，下次就不是腿了。他艰难地爬起来，一瘸一拐地走了。我看着他消失在黑暗中，心里毫无波澜。前世我死的时候他在哪里？现在知道来求我了，晚了。但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引擎声，一辆装甲车疾驰而来，停在我家门口。车门打开，南唐青走下来。你没事吧？他快步走过来，我听到惨叫声。没事。我说，有人想偷水，被我吓跑了。他看了看地上的血迹，皱眉。陆晨舟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你最好小心，他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知道。我说，但我不怕。他看着我，突然笑了。江揽月，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女人。我一愣，什么？没什么。他摇头，我只是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们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欣赏。你的地下通风设计有缺陷。他突然说。什么？我愣住。高温天容易形成热回流。他说，虽然你装了水冷，但如果外界温度超过60°C，水冷系统会超负荷。我心里一惊，你怎么知道？猜的。
他说你的通风井深度不够，而且没有做隔热层。我皱眉，这个问题我确实没想到，我可以帮你改进。他说条件让我加入。他说高温会比所有人想象的都长，一个人很难撑下去。我有装甲车，有武器，有战斗技能，你有堡垒，有技术，有资源，我们联手胜算更大。我思考了很久，最终点头。好，他伸出手，合作愉快。我握住他的手，合作愉快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们不再是陌生人，而是盟友。他的装甲车，南唐青加入后，我的堡垒变得更加安全。他帮我把通风井加深到15米，加装了隔热层和过滤系统。这样一来，即使外界温度达到60摄氏度，送进地下室的风也是凉爽的。他还帮我优化了安防系统，在围墙周围布置了陷阱，在屋顶安装了红外探测器，在地下室设置了安全屋。你的堡垒已经很完美了，他说。现在他几乎是坚不可摧的。谢谢，我说，不客气。他看着我，江揽月，你为什么会知道高温的事？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决定告诉他部分真相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高温来了，我和念念死在了城里。醒来后，我决定改变这个结局。他看着我，没有质疑，只是点头。有时候梦比现实更真实，你不觉得我在胡说？不会，他说，因为我也有类似的预感。在部队时，我们学过生存技能，学过如何判断环境变化。我知道这次的高温不是普通的极端天气。我们坐在地下室的彩虹屋里，看着念念画画。南叔叔，念念突然说，你长得真好看。南唐青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谢谢念念。南叔叔，你会一直保护我和妈妈吗？他问。南唐青看了我一眼，认真的点头，会，叔叔会一直保护你们。耶！念念开心的拍手。那念念给南叔叔画一幅画。他拿起蜡笔，认真的画起来。我看着他认真的小模样，心里满是温柔。不管外面多么恐怖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。但就在这时，林雪来了。这次不是她一个人，而是带着她儿子小雨，还有几个陌生人。江姐，她隔着门说，我能加入你们吗？我走到监控前，看着她，她身边除了小雨，还有3个陌生人，一个老工匠，一个中年妇女，一个年轻女孩。他们是谁？我问。韩师傅，瓦匠。他指着老工匠，他懂建筑，可以帮忙维护堡垒。王阿姨以前是厨师，可以帮忙做饭。小李，大学生，学农业的，可以帮忙管理农场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在权衡，人越多，资源消耗越快，但人多力量大，可以互相照应。条件，我说，用技能换物资，每个人每天必须完成分配的任务，才能获得食物和水。没问题。林雪立刻答应，我们都愿意。我打开门，让他们进来。韩师傅看到我的地下室，眼睛都亮了。闺女，你这工程做得好啊，防水、隔热、通风都是专业级别的。谢谢。我说，韩叔，你真有经验，干了一辈子建筑。他说，你这堡垒再坚固一点能防核弹了，那就麻烦您帮忙检查维护。我说没问题。王阿姨去了厨房，看到我的储备粮食，惊叹不已，这么多吃的，够吃2年了。麻烦您负责做饭。我说好嘞。小李去了地下农场，看到 LED 植物灯和鱼菜共生系统，兴奋的直搓手，太先进了，我在学校都没见过这么完善的系统。那就麻烦你管理农场。我说放心交给我。就这样，我的堡垒从母女俩变成6个人，资源消耗会加快，但安全系数也大大提高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们6个人坐在地下室的客厅里，吃了一顿团圆饭，用我农场里第一批成熟的生菜和鹌鹑蛋做的沙拉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沙拉。林雪感慨地说。是啊，王阿姨附和，在外面有钱都买不到。江姐，小李看着我，你怎么会提前知道高温的事？我笑了笑，直觉。他们面面相觑，显然不信，但没人再追问。饭后，南唐青悄悄把我拉到一边，有人盯上我们了。他说。我心里一紧，谁？陆晨舟。他说他纠集了一群人，打算来抢水。我冷笑，终于来了，你早就知道，猜到。我说他不会善罢甘休，我们怎么办？准备战斗。我说我的堡垒，我的规则，谁敢来抢，就让他付出代价。高温第10天，城市已经彻底瘫痪，街道上到处是尸体，空气中弥漫着腐臭。更可怕的是，瘟疫开始蔓延，高温加速了尸体腐败，细菌大量繁殖，霍乱、痢疾、伤寒，各种传染病在幸存者中传播。我的堡垒也面临威胁。虽然我们有独立的供水系统和空气净化系统，但如果有人感染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必须消毒。林雪严肃地说，任何进入堡垒的东西都要消毒。我同意。我们建立了严格的消毒流程，所有从外面带进来的物品都要用紫外线和消毒液双重消毒，所有进入堡垒的人都要洗澡、换衣服、消毒。但还不够，我们需要次氯酸发生器。林雪说，用盐和水电解可以产生消毒液。我立刻让他负责制作。他带着小李，用我储备的食盐和井水，成功制作出了次氯酸消毒液。这个浓度可以杀灭99%的细菌和病毒。他说，我们每天都用消毒液清洁地下室，保持环境干净。但就在这时，坏消息传来，短波收音机收到消息，城中已有霍乱病例，死亡率30%，请市民注意饮水安全，避免接触病人。30%的死亡率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旦感染，3个人里就要死1个，我们必须更加小心。我说，从现在起，任何人不得随意外出。那物资怎么办？王阿姨问。我们现有的物资足够支撑半年。我说，半年后，如果高温还没有缓解，我没说完，但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。半年后，如果高温还没有缓解，我们可能就出不去了。那天晚上，我抱着念念躺在床上，听他讲今天和小雨玩的游戏。妈妈，小雨说我们是公主，住在城堡里。他说，是啊，
我说我们是公主，这里是我们的城堡。那坏龙呢？坏龙在外面。我说但他们进不来。他点头。南叔叔会保护我们。我笑了。对，南叔叔会保护我们。他安心的睡去，我却睡不着，起身去检查所有系统，水井正常，储水系统正常，能源系统正常，空气净化系统正常，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。但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安，瘟疫在蔓延，高温在持续，食物在消耗，我们能撑多久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都要保护念念，这是我对他的承诺。高温第15天，城市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，街道上到处是尸体，空气中弥漫着腐臭和死亡的气息，幸存者们躲在阴影里，像老鼠一样苟延残喘。我的堡垒成了绿洲，但我知道这种安全正在被威胁。陆晨舟一家还没死，他们在我的院墙外搭了帐篷，靠着从我这里偷的一点水和食物勉强活了下来，但我知道他们撑不了多久。监控里我看到他们的惨状，王翠花得了痢疾，上吐下泻，已经虚脱的站不起来。陆雨薇的儿子严重脱水，哭都哭不出声。陆晨舟也好不到哪去，嘴唇干裂，脸色惨白，像鬼一样。嫂子，陆雨薇跪在门外哀求，给我一口水吧，就一口，孩子快不行了。我看着监控，心里毫无波澜。前世我死的时候他们在哪里？现在知道来求我了，晚了。但就在这时，我看到陆雨薇做了一件让我震惊的事。她站起来走向附近的一个男人，是附近工厂的幸存者，看起来30多岁，身上脏兮兮的。大哥，他娇滴滴地说，给我半瓶水，我可以陪你。那个男人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猥琐的笑容。真的真的。他扯开衣领，只要给我半瓶水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男人从背包里掏出一瓶水，递给他一半，他接过来一饮而尽，然后跟着男人走进了废弃的工厂。我关掉监控，不忍再看。这就是末世，为了生存，人可以放弃一切尊严，但我不一样，我有堡垒，有水，有食物，有盟友，我可以有尊严地活下去。那天晚上，我抱着念念躺在床上，听他讲今天和小雨玩的游戏。妈妈，小雨说我们是公主，住在城堡里。他说是啊。我说我们是公主，这里是我们的城堡。那坏龙呢？坏龙在外面。我说但他们进不来。他点头。南叔叔会保护我们。我笑了。对，南叔叔会保护我们。他安心的睡去，我却睡不着，起身去看监控。陆晨舟的帐篷区又多了几个人，他们都是附近的幸存者，聚集在这里，希望能从我这里得到水和食物。我知道他们在等待机会，而我也在等待第一次联手。高温第20天，陆晨舟终于动手了。凌晨3点，我正在睡觉，突然听到警报声，红外探测器报警，有人翻墙。我立刻跳起来，跑到监控前，画面里7个手持铁棍的男人正在翻我的围墙。该死，他们找到帮手了！我迅速穿上防护服，拿起复合弩，冲到院子里。站住！我大喝一声，再靠近我就不客气了。他们愣了一下，随即狞笑起来。小娘们，识相的就把水和食物交出来。为首的男人挥舞着铁棍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你们敢！我拉满弩弓，我射得穿你的脑袋！上！男人一声令下，7个人一起冲上来，我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。最前面的男人惨叫着倒下，但另外6个人已经冲到面前。我扔掉弩弓，拔出匕首，准备近战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车灯照亮了夜空，南唐青的装甲车从侧翼冲出，直接撞飞了2个人。上车！他大喊。我毫不犹豫地跳上车，他车顶架设着高压水枪，对着剩下的人喷射，水里掺了辣椒水。我的眼睛！那些人惨叫着后退，我趁机从车窗探出身子，弩箭射中一个人的大腿。战斗持续了不到3分钟，7个人全部倒地。走！南唐青开车冲出包围圈，他们还有后援。我们回到地下室，锁死大门。你没事吧？他问我。没事。我摇头。你呢？没事。他活动了一下手臂，突然皱眉。该死，被划了一刀。我这才看到他手臂上的伤口，深可见骨。快进来！我拉着他进了医务室。林雪，拿急救箱。林雪跑过来，看到伤口倒吸一口凉气。这么深，需要缝合。我来。我接过针线，前世我学过基础医疗，我小心翼翼地给南唐青清创缝合。他一声不吭，只是额头上的汗珠暴露了疼痛。疼吗？我问。不疼。他说。骗人。我轻声说。他笑了。真的不疼，比起在部队受的伤，这不算什么。我缝合完毕，给他包扎好，这几天别沾水，别用力。好。他点头。南叔叔，念念突然出现在门口，你疼吗？南唐青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温柔的笑容。不疼，叔叔是超人，不怕疼。真的吗？念念递给他一块糖，那给你糖吃，吃了就不疼了。谢谢念念。他接过糖，这是叔叔收到的最好的礼物。念念开心的笑了，跑出去玩了。我看着南唐青，突然说谢谢你。什么？谢谢你救了我们。我说如果不是你及时赶到，不用谢。他说我说过我会保护你们。我们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温柔。江揽月，他突然说你是个很特别的女人。什么？你很坚强，很勇敢，很聪明。他说你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女人。我脸红了。你也很特别，是吗？他笑了。我点头。你是我见过最可靠的男人。我们相视而笑，空气中弥漫着某种特别的东西。但就在这时，警报又响了。该死！我跳起来，他们又来了。这次不是几个人，而是几十个人。他们手持各种武器，铁棍、砍刀，甚至有一把猎枪。怎么办？林雪惊慌地问。战斗！我咬牙。我的堡垒，我的规则，谁敢来抢，
就让他付出代价。战斗持续到凌晨5点，我们6个人对抗30多个暴徒。南唐青的装甲车成了一栋堡垒，他的高压水枪和弩箭射倒了10几个人。我的复合弩和林雪的医疗技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韩师傅和小李虽然没战斗力，但负责后勤和维修，保证了堡垒的正常运转。但暴徒太多了，他们像疯了一样前赴后继地冲上来，仿佛不怕死。他们疯了！南唐青大喊，完全标命。因为高温，我回答。高温让人失去理智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一声枪响，小心！南唐青扑过来，把我扑倒在地，子弹擦着他的肩膀飞过，打在墙上。该死，他们有枪！我咬牙，撤！南唐青大喊，撤回地下室。我们6个人退到地下室，锁死大门。怎么办？林雪惊慌地问。他们迟早会攻进来。我冷静地思考对策。韩叔，我说，地下室有备用出口吗？有。他眼睛一亮，菜窖后面有个通风井，可以通到后院。好，我说，南唐青，你带人从通风井绕出去，从后面攻击他们，我在这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不行，他反对，太危险了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我说，相信我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最终点头。好，但你必须答应我，活着。我答应。我郑重地点头。他带着韩师傅和小林离开，地下室只剩下我、林雪和王阿姨。江姐，林雪看着我，我们能赢吗？能。我坚定地说，我们一定能赢。暴徒开始砸门，我拿起复合弩，瞄准门口。来吧！我咬牙，我的堡垒，我的规则。但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一声巨响，轰！整个地下室都在震动。怎么回事？王阿姨惊慌地问。我跑到监控前，看到外面的景象，瞬间脸色惨白。装甲车，一辆真正的装甲车，不是南唐青的改装车，而是军用装甲车。该死！我咬牙，他们怎么会有军用装甲车？轰！又是一声巨响，地下室的墙壁开始出现裂缝。不好！我大喊，地下室要塌了，怎么办？林雪惊慌地问。我冷静地思考对策。安全屋，我说，去安全屋。我带着他们冲向地下室最深处的安全屋，那是一个用钢板和混凝土浇筑的小房间，可以抵御核爆炸。我们刚冲进去，就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，轰！整个地下室塌了，我们被困在安全屋里。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。南唐青，我喃喃地说，你一定要活着。付费币，江揽月能否活下来？南唐青是否安全？军用装甲车是谁的？堡垒被攻破了吗？星号星号，我们在安全屋里被困了整整12小时，外面一片寂静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试图联系南唐青，但没有信号，安全屋的通讯系统被破坏了。江姐，林雪担忧地问，我们还能出去吗？能，我坚定地说，一定能，但我心里也没底。12小时后，外面传来敲击声，江揽月，是南唐青的声音，你们在里面吗？在。我欣喜若狂，我们没事。好，我救你们出来。半小时后，安全屋的门被撬开，南唐青浑身是血的站在门口，但脸上带着笑容，没事了。他说他们走了，怎么回事？我问，是军方的救援队。他说他们收到消息，这里有暴徒聚集，就派装甲车来清剿，暴徒被吓跑了。那你怎么？我解释了情况。他说他们检查了我们的堡垒，确认我们不是暴徒，就走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太好了。不过他皱眉，他们带来一个坏消息。什么？高温会持续更久。他说比之前预测的还要久。我心里一沉，多久？至少5年。他说而且峰值会达到70摄氏度。70摄氏度，我倒吸一口凉气。70摄氏度是什么概念？那是人类完全无法生存的温度，地表水会全部蒸发，植物会全部死亡，动物会全部灭绝。我们能撑下去吗？林雪颤抖着问。能。我坚定地说，我们一定能。但我的心里却是一片茫然。5年，70摄氏度，我的堡垒能承受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都要保护念念，这是我对他的承诺。那天晚上，我们6个人坐在地下室的客厅里，吃了一顿劫后余生的晚餐。虽然外面是地狱，但这里是我们的天堂。江姐，小李看着我，我们真的能活下去吗？能。我坚定地说，因为我们有彼此。对。南唐青点头。小黎把地下农场管理得井井有条，第一批生菜和萝卜已经丰收，第2批也长势良好，鱼菜共生系统运转正常，罗非鱼已经开始繁殖。王阿姨负责做饭，用有限的食材做出各种美味。她的拿手菜是末日沙拉，用生菜、萝卜、鹌鹑蛋和蘑菇做的沙拉，是我们每天的主食。南唐青负责安全和维修，他的装甲车成了我们的移动堡垒，他的战斗技能保护了所有人，而我负责整体规划和协调。我们6个人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共同体，但还不够，高温还在持续，资源还在消耗，危险还在逼近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盟友。高温第35天，我们迎来了第一个新成员赵铁柱，他是个68岁的退伍老兵，参加过南疆战役，独居在附近。高温来临后，他靠着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活了下来。丫头，他找到我的堡垒，隔着门说，你这堡垒建得不错，但防守漏洞在东南角。我惊讶地看着他，您怎么知道？我观察了3天。他说东南角是视觉盲区，如果有人从那里爬墙，你们发现不了。我立刻让南唐青去检查，果然发现了问题。老爷子，您真有经验。南唐青赞叹。赵铁柱不屑地说，你们这些小年轻懂什么打仗？我邀请他加入，他犹豫了一下，最终点头，可以，但我有条件。说我不白吃白喝。他说
我可以教你们陷阱制作、侦察预警、野外生存，这些技能你们用得上。成交，我立刻答应。赵铁柱的加入让我们的团队更加完善，他教会我们在围墙周围布置陷阱，在屋顶设置预警装置，在地下室开辟紧急逃生通道。丫头，他对我说，你这堡垒已经是这片区域最安全的据点了，但还不够。什么意思？我问。人多力量大，他说你应该吸纳更多有用的人，但资源有限。我皱眉，人越多消耗越快，不是所有人。他说是有技能的人，医生、工程师、农民、教师，这些人在末世比黄金还宝贵。我思考了很久，最终点头。好，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寻找幸存者。高温第40天，我们就下了一个电工，他会维修发电机，解决了我们的能源问题。高温第45天，我们就下了一个老师，他教会孩子们读书写字，让堡垒里有了读书声。高温第50天，我们就下了一个老农，他教会我们种植更多作物，让地下农场的产量翻了一番。我们的团队从最初的6个人扩充到12个人。我们制定了高温生存公约，第1条，所有人必须贡献价值，用技能换物资。第2条，禁止内斗，违者驱逐。第3条，资源统一分配，禁止私藏。第4条，重大事项投票决定。第5条，背叛者驱逐。我们成了一个真正的社区。那天晚上，我们12个人坐在地下室的客厅里，开了一个社区大会。各位，我站起来，今天我们正式成立桃源社区，这里是我们的家，无论外面多么恐怖，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就一定能活下去。活下去！所有人齐声高呼。现在我说，我们投票决定下一批种植计划。小李，你来介绍。小李站起来，兴奋地说，我们可以尝试种植西红柿和黄瓜，虽然需要更多光照，但如果成功，我们的食物种类会更加丰富。我们热烈地讨论着，仿佛这不是末世，而是一个普通的社区会议。但就在这时，警报又响。怎么回事？我皱眉，有人来了。赵铁柱看着监控，很多人。我走到监控前，看到外面的景象，瞬间脸色惨白。几十辆车，几百号人，把堡垒围得水泄不通。为首的是陆晨舟，他站在一辆卡车上，手里拿着扩音器。江揽月，交出水和食物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我冷笑，终于来了，各位。我转身看着所有人，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。战斗！南唐青拔出武器，我的堡垒，我的规则，战斗！所有人齐声高呼。我们12个人对抗几百个暴徒，这是一场生死之战，但我们不怕，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。战斗持续了1整夜，我们12个人依靠堡垒的优势，击退了陆晨舟几百号人的进攻。南唐青的装甲车成了一栋堡垒，他的高压水枪和弩箭射倒了几十个人，我的复合弩和赵铁柱的陷阱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暴徒太多了，他们像疯了一样，前赴后继地冲上来，仿佛不怕死。他们疯了！南唐青大喊，完全不要命，因为高温。我回答，高温让人失去理智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陆晨舟，他站在人群后面，手里拿着扩音器，疯狂地叫嚣，冲啊！抢水，抢食物，抢女人！我咬牙，这个渣男，末世来临后彻底暴露了真面目。但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了一个让我震惊的画面，陆晨舟竟然在指挥暴徒进攻的同时，偷偷派了几个人从侧翼潜入我的地下室。该死！我大骂，他玩阴的！我立刻带人冲回地下室，但已经晚了。那几个人偷走了1袋大米、2桶水，还有我们的药品储备。追！我大喊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他们消失在黑暗中，我气得发抖。陆晨舟，你这个畜生！但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一声惨叫，是韩师傅的声音。我冲出去，看到韩师傅倒在地上，胸口插着一把刀。韩叔！我冲过去抱住他。闺女，他虚弱地说，小心，有内奸。什么？我愣住。有人打开了侧门。他说完，闭上眼睛。韩叔！我痛哭，韩师傅死了，为了保护我们的堡垒，死了。我擦干眼泪，站起来。所有人，我冷冷地说，集合。12个人站在客厅里，气氛凝重。有内奸，我说。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韩师傅临死前说的。我说，有人打开了侧门，放暴徒进来。谁？南唐青皱眉。我不知道。我说，但我知道，内奸就在我们中间。所有人都面面相觑，眼中满是怀疑和恐惧。现在，我说，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自己站出来，我可以从轻处理。如果被我找出来，我没说完，但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。沉默，没人站出来。好，我点头，那我就自己找。我走到监控前，回放昨晚的录像。终于，我找到了，是王阿姨。她趁大家不注意，偷偷打开了侧门，放暴徒进来。为什么？我愤怒地问。她跪在地上，痛哭。我儿子在外面，他们抓住了我儿子，说如果我不开门，就杀了他。我沉默了。母爱可以让人做出任何事。你走吧。我疲惫地说，带着你的儿子离开我的堡垒。江姐，求你了。他磕头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给你机会，谁给韩师傅机会？我冷冷地说，走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他哭着离开了，堡垒里只剩下11个人，气氛更加凝重。各位，我说，韩师傅死了，王阿姨走了，我们的团队受到了重创，但我知道，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就一定能活下去，活下去！所有人齐声高呼。但就在这时，警报又响了，怎么回事？我皱眉。陆晨舟、赵铁柱看着监控，他又来了。我走到监控前，看到外面的景象，瞬间脸色惨白。陆晨舟站在一辆坦克上，手里拿着扩音器。江揽月，交出水和食物，否则我就轰平你的堡垒。坦克？他们怎么会有坦克？该死！南唐青咬牙，
这是从军区偷出来的，怎么办？林雪惊慌地问。我冷静地思考对策。谈判。我说。什么？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我去谈判。我说。拖延时间。不行。南唐青反对，太危险了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我说。相信我。他犹豫了很久，最终点头。好，但你必须答应我，活着回来。我答应。我郑重地点头。我走出堡垒，面对陆晨舟。陆晨舟，我说。我们谈谈。他冷笑，终于肯出来了。你想要什么？我问。水、食物、药品。他说。还有你。什么意思？跟我走。他说。做我的女人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我笑了。你做梦。江揽月，他恼羞成怒。你别不识好歹，我现在有坦克，我可以轰平你的堡垒，你可以轰平堡垒。我说。但你得不到一滴水、1粒米，我会毁掉所有东西，带着他们一起死。他愣住了。陆晨舟，我说。你走吧，带着你的坦克离开这里，否则我们就同归于尽。他气得发抖。你这个疯女人。对，我笑了。我是疯了，但我是被你逼疯的。我们对峙了很久，最终他退缩了。好，他说。我走，但你记住，江揽月，这是没完，随时奉陪。我冷冷地说。他开着坦克走了。我回到堡垒，所有人都松了口气。江姐，小李看着我，你太勇敢了。不，我摇头，我只是无路可退。韩师傅死了，王阿姨走了，陆晨舟还在外面虎视眈眈，我们的团队受到了重创，但我知道，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就一定能活下去，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。高温第60天，温度计爆表了，室外温度72摄氏度，这是人类完全无法生存的温度。地表水全部蒸发，植物全部死亡，动物全部灭绝，城市已经彻底变成了死城。但我的堡垒还在坚持。地下室内温度26摄氏度，水冷系统超负荷运转，井水不断循环，带走热量。太阳能板虽然效率下降，但还能工作。电池组电量充足，足够支撑所有设备运行。但一台水泵烧坏了，该死！我大骂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我去修。南唐青说。不行，我反对。外面72摄氏度，出去就是死，必须修。他说，否则水冷系统会瘫痪，地下室会变成蒸笼。我承诺了。他说的对，我陪你一起去。我说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他反对。2个人互相照应。我说。而且我对水冷系统更熟悉。他犹豫了很久，最终点头。好，但答应我，如果情况不对，立刻撤退。好，我们穿上最好的防护服，带上水和药品，冲出了地下室。热浪扑面而来，仿佛置身火炉，72摄氏度，我感觉皮肤在燃烧，呼吸困难，头晕目眩。但我们必须坚持。我们冲到水泵旁，南唐青用工具拆开外壳，我检查内部线路，是电机烧了。我说。需要更换。我有备件。他从背包里拿出新电机，我们迅速更换电机，重新组装水泵，整个过程只用了10分钟。但对我们来说，仿佛过了1个世纪。当我们回到地下室时，已经中暑了。林雪立刻给我们治疗，她用温水擦拭我们的身体，给我们喝藿香正气水，让我们平躺休息。你们太疯狂了。她摇头。72摄氏度啊，你们不要命了，必须修。南唐青虚弱地说，否则所有人都会死。别说话。我握住她的手，好好休息。她看着我，突然笑了。江揽月，你要一直这么坚强。什么？如果我出了什么事？她说。你要带着大家活下去。不会的。我红了眼眶。你不会有事的，答应我。他认真地看着我。我答应。我哽咽着说。但你也要答应我，活着。好。他虚弱地笑了。我答应。他闭上眼睛，沉沉睡去。我坐在他身边，看着他的脸，心里满是温柔。这个沉默可靠的男人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一直保护着我。如果没有他，我和念念早就死了。我轻轻地握住他的手，在心里发誓，无论如何我都要让他活着。那天晚上，我抱着念念躺在床上，听他讲今天画的画。妈妈，他说，我画了我们的城堡，还有南叔叔，画得真好。我说。南叔叔是超人。他说。他会飞，会保护我们。对。我笑了。南叔叔是超人。妈妈，他突然问，南叔叔会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吗？我一愣。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他想了想，因为南叔叔看妈妈的眼神和妈妈看我的眼神一样。我心里一震。念念，我认真地看着他。你喜欢南叔叔吗？喜欢。他点头。南叔叔是好人，他保护我们，还陪念念玩。那如果南叔叔一直和我们在一起，你愿意吗？愿意。他开心地拍手。那念念就有爸爸了。我鼻子一酸，差点哭出来。是啊，念念需要父亲，而我也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。南唐青就是那个可以依靠的人。我轻轻地抱住念念。睡吧，宝贝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他安心地睡去，我却睡不着，起身去看南唐青。他睡得很沉，脸色苍白，但呼吸平稳。我坐在他身边，轻轻地握住他的手。南唐青，我轻声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一直保护我们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看着我。揽月，我在。我说。别怕，我在。他说完，又沉沉睡去。我的眼泪终于掉下来。这个男人，即使在昏迷中，还在想着保护我。我轻轻地抱住他，在心里发誓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让他活着，因为我已经离不开他了。高温第180天，地表温度65摄氏度，但我的堡垒还在坚持。地下室内温度25摄氏度，水冷系统虽然老化，但依然运转。太阳能板虽然效率下降，但依然能发电。电池组虽然容量减少，但依然够用。地下农场丰收了，第一批西红柿和黄瓜成熟了，虽然个头不大，但味道鲜美。
营养丰富，鱼菜共生系统运转良好，罗非鱼已经繁殖到第3代，数量翻了3倍，鹌鹑们每天下蛋，给我们提供充足的蛋白质。我们的社区扩充到了15个人，有医生，有工程师，有农民，有教师，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的价值，换取生存的机会。我们建立了学校，孩子们每天上课读书写字。我们建立了医院，林雪和医生负责治疗病人。我们建立了农场，小李和老农负责种植养殖。我们建立了工坊，韩师傅的徒弟负责维修设备。我们建立了一个真正的社区，一个在末世中依然充满希望的社区。那天晚上，我们15个人坐在地下室的客厅里，开了一个社区大会。各位，我站起来，今天是我们社区成立半年的日子，在这半年里，我们一起经历了无数困难，但我们活下来了，活下来！所有人齐声高呼。现在，我宣布，我们的社区正式命名为桃园社区，这里是我们的家，无论外面多么恐怖，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就一定能活下去，活下去！所有人齐声高呼。还有，我看着南唐青，我有件事要宣布。他疑惑地看着我，我和南唐青，我说决定在一起了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太好了！林雪激动地说，你们早就该在一起了。是啊，小李附和，南哥和江姐，天作之合。南唐青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惊喜。揽月，你愿意吗？我问。愿意。他毫不犹豫地回答，100个愿意，1000个愿意。他冲过来，紧紧抱住我，我靠在他怀里，听着他的心跳，心里满是幸福。不管外面多么恐怖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。念念跑过来，开心地拍手，耶，南叔叔变成爸爸了。我们都笑了。念念，南唐青蹲下身，你愿意让我做你的爸爸吗？愿意。念念扑进他怀里，念念有爸爸了。我看着他抱着念念，眼中满是温柔。这个男人是我和念念的依靠，是我在末世中最大的幸运。那天晚上，我抱着念念靠在南唐青怀里，看着地下室的星空，那是我们用 LED 灯模拟的星空。妈妈，念念说，我们以后会一直在这里吗？不会。我说，等高温过去，我们就可以出去了。那是什么时候？不知道。我诚实地说，但妈妈相信那一天一定会到来。她点头。等那一天，念念要给爸爸看我们的城堡。好，我笑了。等那一天，我们一起出去，一起看真正的星空。一言为定。他伸出小手指，一言为定。我勾住他的小手指。南唐青看着我们，眼中满是温柔。揽月，他说，谢谢你。什么？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他说，谢谢你让我成为念念的爸爸，谢谢你让我有了家。我鼻子一酸，差点哭出来。不，我说，是我谢谢你，谢谢你一直保护我们，谢谢你让我和念念有了依靠。我们相视而笑，眼中满是幸福。不管外面多么恐怖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。第二天，我在念念的画册上写下最后一句话：公元2031年，地表65摄氏度，此处25摄氏度。我们活着，并且我们爱着。这是灼热纪元的第一幅画，也是希望的开始。